我们这次呢来到了英国泰德美术馆，在中正纪念堂继摩纳哥上海后，全球第3站展出的威廉·透纳《崇高的回响》。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一一介绍这里面一些经典的作品，还有大概预览一下一些在里面展览的画作和一些影片，甚至还有一些立体的东西展出。这次展览总共分为7个部分，而大部分的画作呢，则是透纳的80幅真迹，并且还有20-30幅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等。展品内容也非常丰富，像是威廉·透纳的叹息桥、总督宫和海关大楼、威尼斯卡纳莱托的绘画，还有蓝色瑞吉山之日出等画作。首先呢，我们来到了序曲。威廉·透纳这位光之画家定义了19世纪的艺术，他以精湛的光影技法将风景画提升到崇高的层次。他的作品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展现了自然无穷的力量与心灵情感的连结。透纳的艺术超越了写实，开创了宇宙宏伟景观的描绘。而这边也有一面墙壁展示了透纳的一生。透纳在20多岁时创作了这幅泰晤士河的夜景，描绘从伦敦米尔班克往下游望向九鱼树的景色。画中乳白色月光低垂水面，展现了自然之美与肮脏工业的鲜明对比。评论家约翰·罗斯金赞扬这幅画非常写实地表达月光洒向地平线。天文学家推算画作描绘时间为1796年8月19日月出景象，画中还加入了木星。此作继承了18世纪景主题画的传统，但透纳营造了更自然的氛围。这边也有一个实体展物，展示了帕特森以1万块日食瓷砖覆盖巨型球体创作全史，与透纳相似，借由天文学探讨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来到了第1区，始于英国风景。大地的广袤与风景的无限延伸，构成了透纳艺术的基石。英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却拥有从英格兰湖区到威尔斯山脉，再到康沃尔郡崎区、海岸线等极为丰富多样的地貌。如此壮丽的景象，促使透纳成为大自然崇高力量的热情观察者。透纳早在1790年就建立起夏季旅行、冬季创作的终身工作模式，将现场草图、记忆和想象融为一体。在这些旅程中，透纳亲身感受到景观以壮丽以及自然的无常与力量。他在1798年的卡纳芬城堡中，以画笔描绘出威尔斯斯诺登尼亚地区的城堡。这座中世纪遗迹是英格兰对威尔斯征服的象征，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画家中崇高美学的体现。他笔下充满光影对比，将夕阳染红的群山与蓝线的山谷融入薄雾中。这些色彩并非纯粹的再现，而是透纳内心情感的表达。策展人布鲁克发现，透纳与理查德·朗处理自然过程有趣地形成了对比，前者将观察系统化记录，后者融入情感与记忆。如同透纳曾经对威尔斯板岩品质着迷，当代艺术家理查德·朗在布莱瑞斯斯蒂尼奥格圈中也运用了威尔斯北部的板岩进行创作。两位艺术家都跨越时空，面对同一片英国风景，都让观者意识到人类的存在何其渺小而短暂。而这区的最后也有一部超过30分钟长的影片，专门来展示透纳的一生。再来呢，我们来到了第2区，走入山间。1802年，27岁的透纳第一次远行欧洲，阿尔卑斯山以
欧洲之巅的雄伟深深震慑他。高耸入云的山峰，深不见底的峡谷，寒光闪丽的冰川，变化莫测的光影，成为他永恒的创作灵感。首先我们要来介绍的第一幅画为《歌颂的山崩》，此画于1810年展出。这幅引人注目的阿尔卑斯山景中，雪和巨石坠落，唤起人们对大自然可怕力量的敬畏。透纳以调色刀甚至手指作画，表现出极端猛烈的雪崩场景。此画灵感可能来自1808年的雪崩报道，并借鉴德鲁德堡的构图。透纳创新地以一块砸向建筑的巨石取代了人物，获得约翰·罗斯金的赞扬。之前从未有人想过飞翔的石头。接着我们要来介绍的则是洛桑日落。此水彩画创作于1841年至1842年。1840年代初期，瑞士对年逾6旬的透纳产生了新的吸引力。这幅画以梦幻般的饱和色彩而闻名，描绘了夕阳的效果。画面中，大教堂沐浴在偏红的粉红色调中，左侧的柏树遮挡了部分太阳，为前景的城镇带来了阴影。尽管洛桑丘陵密布，透纳的素描仍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丹麦冰岛艺术家奥拉夫·艾利亚松深切关注气候变迁对世界剧烈冲击，特别是冰岛冰川急剧消退的议题。他的2件水彩作品，如冰川地景第11号和融化中的明日，是将从格陵兰海岸捞取的古老冰川碎块置于颜料之上，任其自然融化而成。这种抽象图像展现了自然现象的自主性，反映冰川无法挽回的消逝。画面中的幽灵般痕迹象征着冰川存在的轨迹与记忆，如同艾利亚松。透纳也曾描绘冰川，但他自描绘至今，冰川已退缩了2公里之远。紧接着呢，我们来到了第3区历史故事。在透纳的时代，历史画被称为艺术中的最高形式。这种绘画类型以重现神话、圣经故事或历史事件为主，强调叙述性和戏剧性，并常以古典主义风格表现。人物占据画面中央，象征着人类行为的崇高与道德价值。然而，透纳超越了这种既定形式，他的历史画并非单纯模仿古典风格，而是将风景提升为表现情感与崇高的核心。首先，我们要来介绍的是《酒神与阿里阿德涅》，此油画于1840年展出。这幅作品的灵感来自提香的同名画作，描绘了被特修斯遗弃的阿里阿德涅被酒神巴克斯发现并迎娶的故事。透纳调整了提香的构图，将人物缩小，增添了城市与河流，并重现了巴克斯执铁饼者的姿态。此画最引人注目的是被天空浓烈的黄橙色调，被评论家形容简直就像太阳爆裂。科尼利亚帕克的边缘空间利用泰德美术馆修复部门取下的透纳画作碎片创作而成。这些碎片包括用于保护画作背面的画布衬里、
以及画布折叠在画框后方的卷边。帕克被这些通常难以察觉之碎片的脆弱之美所吸引，将其重新装潢，并标注所属的透纳作品名称。部分碎片甚至留有1928年泰晤士河决堤后泰德美术馆被洪水淹没的痕迹。帕克认为这件作品以某种方式延续了透纳将绘画主题推向抽象的过程。威尼斯在透纳的艺术世界中占有无可取代的地位。这座水上城市以其独特的光影与壮丽的建筑，成为透纳探索色彩、光线与氛围的绝佳舞台。从1819年的第一次造访开始，1933年即将60岁时再次前往，直到1840年最后一次威尼斯之旅，并在之后多年持续描绘这座城市风景。威尼斯成为透纳的灵感之泉。透纳的威尼斯安康圣母圣殿是他在最后一次造访威尼斯后持续描绘这座城市的成果。画中安康圣母殿矗立于中间，整个场景笼罩在凉爽的夜晚光影和淡淡的星月之下。此朦胧景象反映了透纳晚年对这座城市的情感，特别是在夜景或暮色中更显阴郁。当时评论家、旁观者杂志赞赏过它，太过缥缈虚幻，简直不像人间之物，更像是一座仙境之城。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透纳的叹息桥、总督宫和海关大楼，威尼斯卡纳莱托的绘画。这幅光彩夺目、色彩丰富的场景，在强烈阳光下展现了威尼斯宏伟宫殿和玻璃般泻湖的辉煌壮丽景象。画作标题俏皮地提到卡纳莱托，是透纳对这位老艺术家的敬致。透纳甚至在画中左侧前景描绘了卡纳莱托正在作画的超现实场景。这种安排表明透纳运用想象力唤起崇高美学，他意图让这幅作品成为卡纳莱托有效替代品，但并未试图复制其严谨风格，仅将卡纳莱托视为参考点。在这展区中，透纳笔下的威尼斯与当代艺术家霍华德·霍奇金的威尼斯风景系列形成对话。1984年代表英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翌年获颁透纳奖。霍奇金同样着迷于威尼斯在一天中不断变化的城市氛围。他的抽象版画以鲜艳色彩捕捉城市氛围，强调光线与色彩的瞬息万变。尽管风格截然不同，两位艺术家都以威尼斯为舞台，探讨光影如何影响情感与记忆。色彩赋予图像独特的心情和情感。紧接着呢，我们来到了第5区海上风暴。在透纳的画作中，海洋主题占有一半以上，浪涛、风暴、船难、海战、奴隶船、捕鲸船，这些充满危险与毁灭的场景，不仅是他绘画技巧的试炼场，也是他表达情感的舞台。透纳以其独特的光影与笔触，将海洋描绘为力量与无常的象征，充满戏剧性的张力。透纳的海洋天空仅以几笔简洁笔触，便唤起了海浪翻涌的能量感。他选用蓝色调纸当作底材，营造海与天空的基调。这类未公开的非正式速写，是透纳以纯粹色彩构思海景，
的直觉练习，他们展现了他对美彩艺法的热情，反映出他不断寻求全新表现方式的渴望。透纳在艺术晚期创作了探索捕鲸业的4幅画作，此画于1846年展出。画中一头被鱼叉刺中的鲸鱼正被切割以取得鲸汁，体现了鲸鱼作为崇高的象征。透纳着重描绘捕鲸者的活动，并精确描绘了鲸鱼解剖的过程。虽然他无实地经验，但作品标题可能呼应了当时启航前往北极寻找西北航道的幽冥号探险船。英国艺术家杰西卡·沃伯伊斯将大海的力量作为灵感，他的海洋之画《柏令海牙》改变了风景画传统，将画作融入大海的物理运动中。沃伯伊斯将矿物颜料涂抹在画布中，然后进入海水，在海滩上拖行，海浪、风和沙子将颜料涂抹混合，产生抽象图像。此画记录了艺术家与自然元素的深度物理合作。爱德华·伯丁斯基这幅空拍照俯瞰2010年深水池地平线爆炸造成墨西哥湾漏油灾难。照片看似抽象化，布满银色油纹，画面中央是巨型钻井台发现者企业号。伯丁斯基捕捉到灾难规模对比大自然的壮丽与人类活动的可怕破坏。透纳在追求崇高的过程中探索了许多主题，海洋是最常反复探索的主题。他不仅在画作中承认自然元素带来危险与令人敬畏的强大力量，更强调其具有诗意和迷人的特质。而他在海洋与天空的描绘中探索隐喻和技巧创新。首先，我们要来介绍树梢与天空。可能是吉尔福德城堡的傍晚，透纳在伦敦西部租屋后，展开泰晤士河速写之旅，意在发展具英国特色的田园风景画。他在途中以桃花木画板即兴创作了松散自由的油画速写，许多是直接在自然中作画。这幅作品的主题是傍晚时分的树木与云彩，以低视角、横幅构图呈现，展现出生动的自然写实主义。透纳描绘的瑞吉山公认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座瑞士山峰是他自1802年以来多次造访的主题。在1841至1844年间，他对这座山进行了新的探索，并从琉森湖远眺的视角创作了多幅习作。蓝色瑞吉山之日出，描绘黎明破晓前太阳驱散黑暗的雄伟时刻。透纳美妙微笑和冷暖色调重现清晨的宁静奇妙。他利用刮除颜料与白色粉笔描绘高悬的金星湖面上的倒影，然而前景中狗群惊扰水鸟的骚动打破了这份静谧，展现透纳画中常见的幽默感。罗尼·霍恩从1990年代开启探索水的本质，此作品聚焦于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水面积小区块，共包含15幅大型照相石版画，每一张影像的颜色和纹理都显著不同，反映了光线与潮汐带来的变化。影像上的微小数字是印在边缘的角柱，
提供了与河流意义相关的沉思与隐喻。霍恩认为泰晤适合具有肖像画的所有复杂性和个性。最后，我们来到了第7个部分，大自然的崇高美学。透纳的晚期创作中，光线、色彩与氛围成为他探索的核心。他不在乎具象与否，也不在意同侪批评，而是为了自我满足而画，以自由奔放的笔触和纯粹的色彩，捕捉自然的变化与情感的奔放。这种风格在当时被视为激进，甚至未完成，但如今透纳朦胧迷离的晚期作品已被视为现代抽象艺术的先声。3个海景是透纳约1827年的作品，他在这块卷装画布上绘制了3个场景，其中一幅甚至是颠倒绘制，巧妙地与另一幅共用天空。这种水平条带与色彩重叠的技法，意外呼应了后世的抽象美学。与之对比的是马克·罗斯科1969年的无题，这幅属于他晚期的棕与灰系列，以简约的深浅棕色矩形色块构成。罗斯科深受透纳影响，曾半开玩笑地说：“透纳从我身上学到很多。”评论家指出，这2位艺术家笔下的水平色域同样引领观者超越理性，迈向崇高之境。这2件作品的并列，展现了跨越世纪的深刻视觉共鸣。好了，各位观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透纳特展的影片。如果影片中有讲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留言区留言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喜欢我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